在刚刚结束的普拜会上，拜登不着痕迹的拉拢被普京一眼识破，不仅拒绝，还反击了一招，如今更是再次给美国上了一课。有媒体报道，美俄如今博弈越来越紧张，丝毫没有减弱的意思。而且随着美国俄罗斯首脑峰会结束时间越来越久，双方已经开始如履薄冰。而如今普京一招劈向美国，一支俄军舰队在距离夏威夷仅仅只有35海里的地方进行军事演习，这下美国直接就坐不住了。这次普京直接出动了20艘舰艇以及20架战机的大型战队，其中还有瓦良格号巡洋舰，并且俄军方还明确声明，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在该海域进行演习。也就是说，俄罗斯这次很显然不是说要搞个大的，也起码是要给美国好好上一课的，让美国知道，可不仅仅只有美国才能自由航行。据悉，这次俄罗斯还动用图142固定翼反潜巡逻机，直接搜索水下目标。美国的那些个潜艇，这回就真的可能需要好好捂一下了。毕竟图142作为在战略轰炸机基础上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不仅能够长时间制空，航程也是很出色的。要知道，有白天鹅的珠玉在前，这些年的带头老大的位置让美国颇为得意。如今这次俄罗斯这一招直劈向美国，舰队直抵夏威夷35海里，图142反潜巡逻机还数次逼近夏威夷空域，直接让美国给吓得紧急升空 F-22，却在后来还嘴硬，俄军机没有进入美国防空识别区，所以美军机没有进行拦截。美国近段时间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的进进出出的可不少，即便中国军事对其进行驱离，美国却依然直接忽视，任意而为。对此，美国可没讲究什么防空识别区不得进入，所以这回俄罗斯直接对美国出手，着实是大快人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俄罗斯在夏威夷军演也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好时机。据悉，这次俄罗斯舰队的出动还直接逼得美国航母打击群也转移到了夏威夷。也就是说，俄罗斯军舰这次是直接硬刚美国航母，对此，中国或该顺势出手。要知道，这个航母打击群正是美国预计在下半年部署到西太平洋的卡尔文森号，而该航母上还搭载了 F-35的舰载机版本，这很有可能是美国用来针对我国的 FC-31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或许可以借俄罗斯的这次动作直接出手，联合俄罗斯直接在夏威夷把美国堵在家里。毕竟咱们山东舰和辽宁舰现在正好欠缺一个远行的机会，而且如此一来，美国可就要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日内瓦当地时间6月22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美国悍然向中国发难，带着加拿大等一众自己的仆从国，用西方编撰造谣出来的所谓新疆、西藏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然而，一贯在国际事务上横行霸道的美国，却没有料到，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很直接地公开反驳美国等国家提出的论调，支持中国，外界不应干涉中国内政事务。而美国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也遭到了相当大的反弹力量。中东一贯的几个美国后花园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力挺中国，另有20多个国家单独发言声援中国。可以说，整场会议上有超过90个国家力挺中国。有观察人士指出，当前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地释放出了信号，当前中美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美国为了能够遏制中国，会尽一切可能用得上的手段，而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用小手段干涉中国内政，其实也透露出美国仍然沉浸在自己过去的辉煌里，丝毫没有察觉当前国际社会上，美国早已不是过去40年的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反击也如期而至。在当天，我国公开呼吁就美国一直炒作的新冠溯源问题进行调查，核心目标就是对美国进行3个彻底调查：其一，就是彻查美国当前疫情的感染源头；其二，是彻查美国当局放任疫情传播、抗疫失职的责任；其三，就是围绕美国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以及200多个散布全球的军方生化实验室。这一3个彻查可以说很精准地命中了美国要害。首先的第一个彻查，这其实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美国在全球炒作的溯源工作还给美国自己。第二个彻查，则是十分合理地利用了美国想要向中国施压的场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至今死亡人数已经超过60万，正在向70万大关迈进。如此庞大的人口消失，人权问题应该好好让美国人回答清楚。第3个彻查，其实就是要将美国一直尝试掩盖的秘密暴露给世人。美国长期编造武汉生物实验室的谣言，但西方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将自己干过的事情以己度人地推到对方身上。而且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也长期受到外界质疑，有大量实质性证据指向美国才是此次全球性大流行的罪魁祸首。
近段时间，美国在中国内政上的干预力度前所未有，不仅仅在借人权问题向中国大陆泼脏水，而且还不断地挑动着两岸局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更加令人心寒的是，在美国的强大攻势下，似乎联合国也随之成为美国的帮凶。6月21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就中国内政问题发表极其错误的言论，显然这是受到了美国散布的虚假谣言的影响。看到这里，我们已经能够十分的明显感受到美国散布虚假舆论的可怕之处，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对中国抱有很大敌意的主要原因。但是美国真的就能只手遮天，掩盖真相吗？日前在联合国上发生的一幕就已经很好的证明不能。据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网站消息称，在最新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中国内政不容干涉成为90多个国家的共识。更详细的事件报道称，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做共同发言，强调各国应该尊重别国主权问题，并支持中国在自己内政问题上的立场。显然，在美国频繁地插手中国内政之际，白俄罗斯代表65国发言是对美霸权主义行经的沉重一击。除此以外，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立场，反对美国在联合国污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总的来说，在这次人权理事会上，总共有超过90多个国家替中国发声，力挺中国选择站在美国对立面，而这也再次证明，美国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只不过是他们打压对手的一种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醒悟，不会再被美国的谎言所欺骗。值得注意的是，在90多国力挺中国、一致将枪口对准美国的同一天，美军的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再次穿航台海。据悉，这也是拜登上任后第6次进行这种举动。联系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巧合性，我们有极大的理由怀疑，这是美军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的最后挣扎。但是他们这次虚不虚呢？美军应该明白，他们假借航行自由之名，行插手别国内政之实的做法，已经在联合国被当众拆穿。美国企图利用霸权、只手遮天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他们应该尽早认清这一事实，不然等待他们的只有残酷的血的教训。近日，俄罗斯20艘军舰直逼夏威夷，满载距离美国夏威夷35海里处，大摇大摆地进行军事演习，并且演练的还是如何与航母编队进行作战，意图击沉航母。为此，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还不得不在俄罗斯军舰边上监视着。当然，不少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颇有一种大快人心之感。比如笔者就有此感觉。当时笔者还认为，借此机会，中国或许可以和俄罗斯一起在夏威夷进行军演，好让美国无暇继续干涉台海。没想到，美国倒是直接反手一招。据媒体报道，在6月22号下午，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伯号又一次穿航了台海。而且这还是美国这艘驱逐舰自从拜登2月份上任以来的第6次，也就是美国只是拿俄罗斯军舰没法跑来挑中国这个软柿子来捏了。从两件事发生的时间来看，俄罗斯在夏威夷军演是在20号，而仅仅只隔了2天，威尔伯号就穿航了台海。也就是说，这两件事很有可能是有所关联的。毕竟美俄会谈不说是崩了，但也确实是无功而返，美国根本就没有达到分解中俄同盟的目的。所以这次美国拿不动俄罗斯，自然就是看中国好欺负才找中国麻烦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美军不仅穿航台海，还公开声明，威尔伯号驱逐舰会在符合国际法规范的情况下，走遍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也就是说，之后美国很有可能会在穿航台海后，继续在中国周边把所有有价值的国际海域全部转上一遍。就像是在5月份的时候，威尔伯号就穿航台海后，直接非法闯入了中国西沙领海。当然，对于这件事，中国自然已经十分警惕了。6月23号，东部战区公开就这件事表示，在威尔伯号穿航台海的时候，解放军已经派出了海空兵力全程警戒，保持了高度戒备，并将随时应对一切挑战，坚决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说实话，随着如今美国针对中国的手段不间断，台海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的动作已经到了形成军事误判的边缘。对此，中国或许真的该还手了，不然那美国永远只会得寸进尺。需要指出的是，这件事或许解放军并不是没有准备，因为消息人士表示，目前解放军已经在福建某基地部署了大量的鹰击12反舰导弹，并且已经将台海等诸多区域全部包含在了打击范围之内。作为具备超过300公斤战斗部的反舰导弹，其针对的主要目标自然就是一系列的大型水面舰艇了。而美国这屡次穿航台海的威尔伯号就在打击范围中，所以如果未来美国持续不断的在中国周边海域展开行动，说不准哪天这里就会成为其葬身之地。